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相亲经历。说实话，我干这行这么多年，还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上个月有个叫小张的男孩子找到我，说想找个对象。我一看这孩子条件不错，今年32岁，在南昌一家上市公司当项目经理，年薪30多万，还有2套房子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说话也温和有礼貌。这样的条件在我们这边算是很不错的了。我问他择偶要求，他说就希望找个温柔贤惠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姑娘，年龄最好在28岁左右，身高160厘米以上，其他都好商量。听到这里我就觉得有戏，因为我手里正好有个特别合适的女孩子。这个女孩叫小美，今年29岁，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性格也挺好。我立马就给小张看了小美的照片，他也觉得不错，于是我就赶紧安排他们见面。哎呀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也在场，看着他们聊得挺投缘的。小张夸小美长得漂亮，小美也说小张给人感觉很靠谱。眼看气氛不错，我心里都美滋滋的，心想这次肯定能成。可是谁知道好景不长，等到聊到结婚的事情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。小美开门见山就说，我们江西这边结婚都是要有彩礼的，不知道小张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？小张说彩礼的事情可以商量，主要是2个人感情好。结果小美直接就把价码摆出来了，我们这边的行情是彩礼至少要88.8万，3金另算。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。我当时就看到小张的脸色变了，他强忍着情绪说，这个彩礼是不是太高了？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。小美立马就不高兴了，这有什么不合理的？我们这边就这个价，而且我条件这么好，88.8万一点都不贵，好吗？你要是觉得贵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村里去年有个女孩子，彩礼都要了128万呢。那我问你，这么多彩礼，你们女方会出多少嫁妆？小张忍不住问道。这个嘛，小美支支吾吾地说，现在不都是男方负责买房买车给彩礼吗？我们女方准备些家具家电就可以了。听到这里，小张终于忍不住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买卖婚姻。我有2套房子，年收入也不低，但我觉得这么高的彩礼完全没有道理。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，不是做生意。好家伙，这场相亲就这样吵起来了，我赶紧打圆场。2位别激动，这个事情可以慢慢商量吗？但是我心里也在想，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真的太难了。但是这2个人谁都不肯让步。小美说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江西女孩子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边就这个规矩，你要是嫌贵，大可以去找别的地方的女孩子。小张也不甘示弱，我不是看不起谁，而是这个数额太离谱了。你知道88.8万是什么概念吗？就算我年薪30多万，不吃不喝省3年都掏不出这么多钱，这完全不现实好吗？这时候小美更来劲了，她翘着兰花指说，哎呦，原来你1年才赚30多万啊，那确实是高攀了呢。我们村上次嫁出去的李家妹子，人家对象年薪50万，二话不说就把彩礼付了，3金还是每样3两的。你，小张气的脸都红了。那你自己每个月赚多少？凭什么要这么多彩礼？小美轻蔑地笑了笑，我虽然每月工资才6000多，但我是事业单位的铁饭碗，而且我长得漂亮，大学学历，家里就我一个女儿，这不比你那些外面的条件好多了。我看情况不对，赶紧打圆场。2位别这样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结婚是终身大事。谁知道小美直接打断我说，丽姐，你也别劝了，我刚才看她朋友圈，人家2套房子还都是郊区的，一看就是普普通通的小区，这样的条件连我们村里的王寡妇家闺女都看不上。小张一听这话，腾的一下站起来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这完全就是想找个凯子。我的条件要是真这么差，你见都不会见我，还不是看上我有2套房子？你要的不是结婚，是要买卖。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？小美也站了起来，我这叫有自己的标准好吗？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？现在是男多女少，
我不找个条件好的，对得起我自己吗？我看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吵，心都凉了半截。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，有些女孩子就认准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要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种想法，把婚姻当成了一本经济账。更让我无语的是，小美竟然还振振有词地说，再说了，这些钱也不是都给我的，是要给我爸妈的，我们这边就这个规矩，你要是真喜欢我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小张冷笑了一声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感情就值这么点钱，那你干脆去找个富二代好了，我这种工薪阶层高攀不起。说完，小张转身就走了，气得连杯子里的茶都没喝完。小美也不甘示弱，收拾包包的时候还嘟囔着，切，什么玩意儿，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连个彩礼都付不起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条件好。我坐在那里看着这场闹剧，真是哭笑不得。说实话，我理解小张的想法，88.8万的彩礼确实太夸张了，但我也明白小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毕竟他们那边就是这个风气。等他们都走了之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觉得有必要跟小美好好聊聊。第二天，我特意约了小美出来喝茶。小美啊，阿姐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我给她倒了杯茶，你觉得昨天的事情你处理得对吗？小美撇了撇嘴说，丽姐，我哪里做错了？现在哪个女孩子结婚不要彩礼？我已经很给她面子了。要知道我表姐去年结婚，人家可是要了整整100万呢。我叹了口气说，傻孩子，你要明白，彩礼不是越高越好。你想想，一个男人结婚前就要掏空6个钱包，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？怎么会不幸福？小美不以为然地说，我听我妈说了，男人就是要逼一逼，不然他们怎么会上进？再说了，这么多钱也不是我能做主的，都是我爸妈的意思。我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张真的东拼西凑，借了一屁股债，给了这笔彩礼，以后你们的日子该怎么过？他每个月光还债就得还好几万，你们拿什么买房子？拿什么养孩子？小美愣住了，似乎是第一次认真想这个问题。而且啊，我继续说，你觉得小张这个人怎么样？除了彩礼这件事儿，你对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小美低头想了想说，其实人还不错，长得挺帅的，说话也客气，工作也稳定。要不是彩礼这事儿闹僵了，我觉得他挺合适的。那不就得了？我说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人，就因为彩礼的事情把人家推开了，值得吗？可是丽姐，小美有点急了，我们村里的人会说闲话的，要是我的彩礼比别人低，我以后还怎么在村里抬头做人啊？听到这里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傻姑娘，你这是要嫁人还是要面子？结婚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幸不幸福跟村里人有什么关系？他们的闲话能当饭吃吗？小美不说话了，低着头扣着杯子。我知道她心里在打架，就继续劝道，阿姐跟你说实话吧，像小张这样的条件，在我这里相亲的候选人里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你要知道，他不是没能力给你彩礼，而是他觉得这样做不对。这恰恰说明他是个有原则、有思想的人，不会随波逐流。这样的男人以后肯定是个负责任的好丈夫。你要是因为彩礼的事情把他推开了，将来遇到个给得起彩礼但不靠谱的，那才叫得不偿失呢。小美听了我的话，眼圈有点红了。丽姐，我其实也不是非要那么多彩礼，主要是我爸妈的意思，他们觉得现在彩礼就是个身份，要是收的少了，好像显得我们家很掉价似的。我拍了拍她的手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爸妈会这么在意这个面子问题？说白了，还不是怕别人说闲话。但是啊，结婚是你的人生大事，总不能为了别人的看法，把自己的幸福都搭进去吧。再说了，我继续分析道，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结婚后要面对多少压力，房贷、车贷、养孩子，哪样不要钱？如果结婚前就让男方背上巨额债务，以后你们的日子能好过吗？小美擦了擦眼泪说，丽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但是我爸妈那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他们。他们觉得现在的男人都很有钱，开口就要这么多彩礼是应该的。我叹了口气，
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态度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小张这个人不错，就要跟父母好好谈谈，告诉他们婚姻不是做生意，找个踏实靠谱的男人比要多少彩礼重要的多。你看看周围那些结了婚的姐妹，有些人虽然收了很多彩礼，但婚后过得并不幸福。有的男方东拼西凑付了彩礼，婚后天天为还债吵架，有的干脆因为还不起债离婚了。这样的例子还少吗？小美点点头，确实是这样。我表姐就是结婚时候风光得很，彩礼要了90万，结果她老公为了凑这笔钱，找了10几个亲戚借钱，现在天天被债主催，2个人都快愁死了。所以呀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，结婚不是比赛，不是看谁的彩礼高，关键是要找个真心对你好，能和你携手一生的人。小张虽然不愿意给那么多彩礼，但你想想他说的话，他是真的把婚姻当回事，不是吗？小美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抬起头说，丽姐，我能不能请你再帮我约一次小张？我想跟他道歉，也想跟他好好谈谈。我看着小美坚定的眼神，心里总算松了口气。这孩子能想明白就好，就怕他一直被世俗的观念蒙蔽了双眼。第二天，我又约了小张出来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担心他不愿意来，毕竟上次的场面挺难堪的。但是小张还是很给面子的来了，可见这孩子的教养确实不错。小张啊，我开门见山的说，上次的事情，阿姐要跟你道个歉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没有提前跟你说清楚彩礼的事情。小张连忙摆手，丽姐您别这么说，这不关您的事，是我那天可能说话太激动了，但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么高的彩礼。这时候小美也到了，她一进门就低着头说，小张，对不起，那天是我太过分了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结婚不是做生意，不该把彩礼看得那么重。小张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小美会这么说。我赶紧帮着说，小美这2天也想通了很多，其实她本人并不是那么在意彩礼的，主要是受到家里人和周围环境的影响。小美接着说，是的，我想通了，与其要个天价彩礼，找个互相看不上眼的人凑合过，还不如找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小张，你愿意给我一次重新认识你的机会吗？我看着小张的表情渐渐柔和下来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。果然，只要放下偏见，敞开心扉沟通，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最后，他们俩经过深入交流，达成了共识。小张表示可以给个合理的彩礼，但前提是这笔钱要用在新婚夫妻的未来生活上，而不是单纯的给女方家庭。小美也同意了这个提议，并且承诺会好好跟父母沟通这件事。现在他们已经在谈恋爱了，感情很不错。小美的父母在见过小张几次后，也觉得这个准女婿各方面都很优秀，慢慢放下了对彩礼的执念。前几天他们还特意来找我道谢，说多亏了我的开导，不然差点错过这么好的姻缘。说实话，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看得最多的就是因为彩礼问题而错过良缘的例子。在我看来，彩礼确实是传统习俗，但也要与时俱进。现在的年轻人压力本来就大，如果因为天价彩礼把日子都过成了还债的日子，这样的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我想跟天下所有的父母说，别把彩礼当成攀比的资本，也别把女儿的婚姻当成生意来做。真正重要的是2个年轻人能不能互相理解，互相扶持，能不能共同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故事。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希望我们的婚恋观念能够与时俱进，让更多的年轻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